孩子需要一条低成本、接轨欧美顶尖大学的教育捷径，老人想要换一个气候宜人、医疗配套完善的地方颐养天年。而作为中坚力量的我们，则想在全球资产大布局中留下一颗关键落子，刚好把这3种需求一网打尽。嗨，大家好，我是独立离岸顾问 Sean， 关注我，让你全球都有人。在2025年的今天，我相信不少朋友们一提到马来西亚第二家园，很自然的就会摇头叹气。几十上百万的美金存款，强制买房要求，每年最低90天起跳的移民监，而且还不能工作。这对于中产家庭来说，不亚于是移居马来西亚的劝退套餐。可是，就在大家已经考虑放弃治疗的马来西亚，还有这么一个一直以来都被严重低估的选项，那就是位于东马的沙拉越第二家园。随着沙拉越第二家园在2025年夏天开启新一轮政策更新，该项目不但取消了强制买房和强制陪读要求，而且门槛降低到只要年满30周岁，谁都可以申请。这在当下各国身份项目门槛飞涨、审批层层加码的大背景下，沙拉越简直就是一股举世无双的清流。除了养老宜居、陪读生活和税务规划，沙拉越其实还有好多的隐藏玩法。那么这个项目到底香在哪儿？今天我们就来一一拆解一番看看。话不多说 ，Let's get into it。沙拉越第二家园 SMM2H 2025年新政变了啥？沙拉越第一次听到，没关系，欢迎大家点击上方链接复习复习。我们频道从2022年就开始全面科普，并且在2023年我也亲身走访并实拍了的沙拉越相关视频。这里关于该州属的基本信息我就不重复介绍了。今天重点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今年2025年5月之后，沙拉越政府正式取消了50岁以下申请者强制买房和给未成年孩子陪读才能申请该州第二家园的硬性规定。新规只需要大家年满30岁，在当地银行存入50万令吉的定期存款，配合养老金、离岸收入或者储蓄资金的证明，就能够为一家3代人一起申请长达10年的长期居留权。注意，这笔定期存款满1年之后，还可以取出一半，也就是25万令吉，用于当地生活开支。沙拉越第二家园的整体申请流程也是异常的简单，准备材料，沙拉越落地做体检和保险，当地递交。按照我们从2022年到现在的真实客户申请经验，现在递交只需要3个月左右就能够得到批复，然后拿到贴签。每年只需要待满30天，不用耗费大把时间就能够轻松续签。沙拉越第二家园的签证持有者不仅允许在当地生活、陪读、养老，更特别的一点是，该签证的持有者还允许申请工作准证。我把相关的网站链接也放到了视频下方的文字信息栏，欢迎大家查阅。这样堪称神奇的条件，不论是对比同在马来西亚的联邦第二家园、柔佛州特区的第二家园，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沙巴第二家园，或者对比邻国，比如泰国金英签、菲律宾 SRRV， 沙拉越第二家园的政策都绝对是完胜、神一级的存在。光说不练假把式，我们先横向对比马来西亚境内的其他3个第二家园计划。联邦 MM2H 级别最多，但是资金门槛是绝对最高的。柔佛 MM2H 面向的是年轻专业人士，需要购房。沙巴 MM2H 偏向于房产投资，而真正吸引全球旅居者目光的就是这里沙拉越第二家园。它的存款要求更低，每年只需要居住30天就能够保留居留身份。不论是退休、远程办公还是旅居，这里的生活成本低，环境宜人，医疗教育完善。那我们再拉上此前也介绍过的泰国金英签对比，泰国金英签虽然近年来非常的火爆，但本质上就是花钱买长居，单人最低就要10几万人民币的会员费，而且还只有5年有效。
要是考虑全家想要办理10年甚至20年的长期版本，费用直接翻个好几倍，高达上百万元人民币。这样一来，不论是从资金门槛还是全家3代一起使用的便利度来看，沙拉越第2家园简直直接把泰国精英签给秒成渣。沙拉越第2家园2025年新政真正做到了低门槛、高自由度、超强实用性的3合1，在今天这个时代，简直就是中产阶级家庭润出去的最佳选项，而且没有之一。当然，我相信这时候一定有朋友要来鸡蛋里面挑骨头了。大家一定会好奇，难道这个沙拉越第2家园政策就完美无缺了吗？那当然不是。在我们全球人团队从事移民留学资产配置工作超过10年的经验看来，该政策有且只有2个小小的缺陷。第一是每年在沙拉越最低住满30天的移民间，第二是长期定存25万令吉的金融资产。沙拉越生活怎么样？到底适合谁？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对沙拉越第2家园的办理条件和优劣势有了大致的概念。可是，生活质量才是关键。别忘了，选择一个地方的长期居留，不是比拼多少高楼大厦、修了多少高铁机场，而是要看最实在的4点：吃的好不好，住房好不好，孩子的教育好不好，老人看病好不好。那么我们马上就从这4个方面来看看沙拉越。先说大环境，沙拉越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州属，政治稳定、安全可靠，医疗配套完善，环境舒适，宗教信仰自由，文化多元，这些条件让它早早的成为了日本和韩国移居群体的最爱。这里不仅有东南亚最著名的母努国家公园和中国张家界一个级别的自然文化遗产，还因为英文环境的普及度，长期吸引大量的韩国人、日本人在此安家。要知道，在马来西亚，虽然马来语是马来西亚全国的统一官方语言，但在沙拉越和沙巴这2个特区州属，不同的族群之间都讲英文，所以这里的语言环境甚至比吉隆坡、新山、槟城还要好。在东南亚3雄新马泰里仅次于发达国家新加坡。对于打算带孩子来读书的家庭来说，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再说说生活氛围，有人担心是不是要花很大的价钱才能够在沙拉越过得好？其实沙拉越的生活成本大概就是日本的1/5，和中国沿海2、3线城市差不多。在沙拉越，华人人口占比约为25%，明显高于全马的平均水平。父母润养老，除了可以花小成本拿个长期居留卡，还可以用自己最熟悉的母语中文来享受本地的医疗、气候以及便利的生活，而且完全可以过得舒服自在。对比国内大城市的紧张节奏，这里的自在慢生活简直就是一种奢侈。说到这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对沙拉越的租房、买房价格感兴趣。以这里生活品质最高的首府古晋市为例，当地1室1厅的租房价格大约在800到2000令吉每月，房屋出售价格大致在29万到50万令吉之间。这种档次的生活水准对应这个档次的房价水平，您看值不值得搞呢？而教育方面，沙拉越可以说是全球华人家长的意外惊喜。马来西亚独有的华文教育体系在这里根深蒂固，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面覆盖，既有国民型的华小，也有传统特色的华文独立中学。华文独中学费通常在每年3000到8000令吉之间，性价比高到离谱。要想走国际化路线，沙拉越的 St. Joseph 国际学校更是经典案例。它由英国人创办，完全采用剑桥课程，学费每年只要8000到16400令吉，折合人民币也就1-2万。23年，我曾亲身考察过的 Borneo International School， 同样的剑桥课程 IGCSE 和 A Level， 学费每年仅9000到2万多令吉。同样这样的学校，如果放在吉隆坡、新加坡、香港或者北上广深、台北等地，动辄就是至少3到5万美金一年了，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孩子在这里接受国际教育，不仅能在语言和课程上无缝链接欧美大学体系，还能够凭借低成本半只脚伸进名校的大门。说白了，这就是润学的价值洼地。而医疗方面，如果你住在沙拉越的主要城市，比如古晋、梅里、诗巫等城市，医疗在公共与私立医院之间都有不错的选择，专科设施也非常的完善。
生活质量和医疗服务水平可以令人满意，像是 Sarawak General Hospital、Borneo Medical Center 都是综合实力非常不错的医院。而且最近几年政府投入持续增加，新的医院和教学医院的建设会进一步提高沙拉越州的医疗能力和水平。综合来看，沙拉越提供了一个政治稳定、环境宜居、教育优质、生活成本极低的生活场景选择，非常适合考虑父母养老、孩子求学的中产家庭，甚至远程工作者。找一个慢节奏的落脚点，沙拉越缺点有，但和优势相比根本不明显。它更像是一种提醒，身份本身就是一个长期选项，最好配合全球的身份和资产规划去操作，这样才能做到进可攻，退可守。3. 属地税制带来隐藏玩法。聊完了生活，我们再来看看更深一层的玩法——税务身份。很多人以为沙拉越第二家园只是养老陪读的工具，但其实拿到这张卡之后，还能够直接一步到位成为马来西亚的税务居民，操作也不复杂。等沙拉越第二家园的贴签下来之后，你就能够去市政厅申请税号，顺便申请当地的 ID card， 甚至考个驾照，等于你就是沙拉越的正式本地居民了。等你拿着贴签、ID、驾照去银行开户的时候，银行很自然的就会认定你是马来西亚的税务居民，而不是母国税务居民。这时，你完全可以在账户里边自由的接收来自境外的资产、分红、收入等等，流动就此顺理成章。是不是突然觉得马来西亚沙拉越身份背后的价值才是隐藏的王炸？马来西亚的税制是典型的属地税制，这意味着境外收入在马来西亚完全免税。结合 CRS 全球信息交换框架，很多申请人就能做到公司免税加个人免税的双重闭环。举个例子，如果你在 BVI 设立了公司，公司利润留在海外，打到沙拉越身份对应的马来西亚银行账户里，这部分钱在马来西亚是完全不用交税的。想象一下，其他地方辛苦交税交到肉疼，而你却可以合法合规的实现全链条免税，这个差距是不是比换房换车还要来得更直接？当然，天下没有100%的保险箱，风险点在哪？如果你依旧用中国护照申请第二家园，在马来西亚开户，一旦在国内有了税务风险，或者不幸有了某些污点，国内税务局就可能通过 CRS 直接把你认定为中国税务居民。当两个国家同时认定你是税务居民，那中国就有理由让你补税。所以真正的高净值人士往往会选择第二护照的加持，比如土耳其、多米尼克、圣卢西亚、瓦鲁阿图等等这些项目，和沙拉越身份绑定在一起，不仅可以完美激活护照，还能够把身份和资产彻底隔离开来。这样一来，不仅资产安全，账户配置畅通无阻，合规避税也更加稳妥。如果屏幕前的你正好有这样的需求，欢迎私信我们，获得量身定制的操作方案。所以说啊，大家可千万别把沙拉越第二家园就简简单单的看作了一个养老签证，它其实更是一个全能的工具箱。你既可以让父母辈安心养老，让子女辈低成本享受国际教育，还能够顺带搞定资产隔离和税务优化。只要方法用对，这个项目的性价比简直逆天。但同样的，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操作的时候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情况，不要一味只看低门槛，忘了合规和长远安全。毕竟，身份规划是一场以人生为计量单位的马拉松，而不是按月按年计算的百米冲刺。说到最后，我们再回头看看沙拉越第二家园为什么会在当下移民门槛普遍上调、政策纷纷收紧的时代，突然变成了宝藏项目。原因很简单，它没有马来西亚其他第二家园项目那种高额存款加强制买房的沉重负担，也没有泰国基因签那样纯粹花钱买居留的尴尬。沙拉越把门槛降低到了普通中产都能接受的水平，同时还给予了养老宜居、教育选择、资产配置的3重价值。孩子需要一条低成本、接轨欧美顶尖大学的教育捷径，老人想要换一个气候宜人、医疗配套完善的地方颐养天年。而作为中坚力量的我们，则想在全球资产大布局中留下一颗关键落子。
沙拉越第二家园 SMM2H 刚好把这3种需求一网打尽。当然，它不是万能钥匙，你不能拿着它当一个全职的打工签证，也要留意10年一续的政策变动。但正如我所常说的，身份从来就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如果你能够把沙拉越身份和海外公司甚至第2护照结合起来，它就会从一个简单的居留签证变成一个资产隔离和税务优化的超级工具。换句话说，这不是一张养老卡，而是一张全能卡。所以，当你还在犹豫要不要为了孩子、为了父母、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找一条更稳妥的路时，沙拉越第二家园或许就是那个成本最低、回报最大的切入点。机会不会永远都在，政策窗口也不是一直敞开。如果你觉得这条路径值得探索，那就别老在观望。早点布局，早一点享受身份带来的自由和安全。OK，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马来西亚沙拉越第二家园的内容，充分利用开发当地乃至全马生活的第2赛道，或者您还有更多对马来西亚税务身份相关福利的问题，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我们将根据大家的留言进一步制作相关视频。如果您想尽快在当地开启生活和项目实地考察的第一步，也欢迎立即咨询我们。我们期待和您一起开启新世界。顺手牵羊，一个最懂企业家跨境配置的频道。我是Sean，我们下期见，拜拜。